是整个人神清气爽，然后不缺氧了，好厉害哦！9时在等雾散了，然后再来拍个好看的照片。我的手冻死了，没有到真的那么冷。各位，这真的值了。来瑞士真的没来少女峰真的是很可惜。这个时钟打的时间呢，看起来是不太准啦，因为现在其实是12点28分。林登霍夫山 （Lindenhof） 位于瑞士苏黎世的老城区，是一座扁平的冰砌丘陵和市民广场，海拔428公尺，高于利马特河约25公尺。这座山是末次冰期的遗迹，承载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底蕴。那我们现在我所在位置呢，就是这个林登霍夫山 （Lindenhof）。刚刚大家也看到了这个非常美丽的这个将近黄昏的时候的这个城市的美景。那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蛮不错的。好，那我们现在就先找个晚餐吃吧。已经7点40几了。那我们刚刚在结束这个林登霍夫山之后呢，就跑去吃了一间这个餐厅啊，相信大家现在画面上也有看到。OK， 那我觉得它真的是非常特别，它是这个它的招牌上写它是牛排馆加上这个日系风格。那我们进去先是点了牛排，然后呢再来我们还要点这个寿司，所以呢就造成一个非常反差的场面出现，就是他在他面前给你摆上牛排刀跟叉子的时候呢，旁边再给你一副筷子跟一碟酱油，然后在寿司送上来的时候呢，旁边再给你一点瓦萨比，然后吃完之后呢，你就发现一盘牛排端了上来，这个画面真的是非常的神奇，但我觉得也是非常特别。然后其实我就蛮喜欢尝试这种蛮特殊的东西，而且实际上虽然他们的寿司超级无敌贵，他们牛排也超级无敌贵，最后结账下来超级无敌贵，但是呢，这个寿司，我认为呢，起码是有到台湾这个回转寿司店的水准。那牛排也算是水准以上啦。这家店在Google评论上有4.0，是我大概至少会给个4.4左右。好，那我们就准备迎接明天的行程，然后晚上前往下一个国度。
大家早安，欢迎来到永久中立国瑞士苏黎世的早晨街头。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准备前往苏黎世的旧城区，去一探究竟这个苏黎世大教堂。对，其实我们来欧洲真的就是看古迹、看教堂、看城堡、看博物馆，巴拉巴拉巴拉，大家都这样的行程。不过呢，也可以从这之中感受到这个欧洲深厚的人文底蕴。好，我们就先去火车站吧。苏黎世圣母大教堂是一座归正会教堂，建立于853年。最初，这座大教堂由国王捐建，并成为本笃会修女院。作为捐赠的一部分，修女院获得了土地的免税特权，并直接管理这些土地。1045年，国王亨利3世赋予修女院开设市集的权利，征收通行费，并开始铸造货币。这时的修女院的院长实际上成为城市的行政管理者，并由他任命市长。然而，到了14世纪，修女院的权力逐渐减弱，苏黎世也从修道院的统治逐渐转向市民自治。苏黎世圣彼得教堂是瑞士苏黎世老城区的4大主要教堂之一，其建造大约可追溯到公元1000年左右。现存的建筑于1706年完工，是新教主导时期的第一座教堂。修复工作则于1970年至1975年进行。圣彼得教堂的尖塔钟面直径为8.7公尺，是欧洲最大的教堂钟面。苏黎世大教堂坐落于利马特河岸附近，采用罗马式建筑风格，其双塔更被视为苏黎世的地标之一。教堂始建于1100年左右，并于约1220年完工。根据传说，最初是由查理曼所建立，而在中世纪时，它与河对岸的苏黎世圣母大教堂相互竞争。现在时间我们已经回到了饭店，我们来拿我们的行李。那在刚刚的时间，我们就稍微在这个苏黎世的市区稍微晃一晃，然后呢，也去吃他们这边的这个汉堡王哦。我觉得，超贵的。你知道，我们就点2个汉堡套餐，一个华堡套餐，加上我点了一个瑞士严选套餐 ，OK， 将要1500台币，也就是大概差不多44瑞士法郎，超级贵，真的超贵的。然后我那个瑞士的东西，我说实在，我觉得蛮就普通啦，还可以的，但是好贵然后我们刚刚就搭了火车回来，然后呢我们就回到饭店，然后刚上厕所的时候发现他们这边设计蛮好，就它男厕里面它的小便斗是有一个半隔间，就是它是有一个区框起来一个区域，然后有一点点稍微遮挡，我觉得是还蛮不错的。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苏黎世机场，那好背光哦，我过来一点好了。我们刚刚已经进来，然后我们已经提前 check in 完了，所以呢，我们的 boarding pass 全部在我们的手机里面。那我们刚刚也去自助行李托运也是完成的非常顺利。那我也必须得说，我们这趟旅程真的是非常的神奇，就是我们现在英国不是欧盟，然后进法国进欧盟，然后呢再出欧盟，然后再进欧盟，所以真的是非常神奇的一个路线安排。但是，对，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先去过个海关吧。我们刚才已经通过了行李检查，然后海关好像就是我们托运行李那边检查我们护照的那个人，对。然后呢，我们这次搭乘的是奥地利航空，这个5点20分的班机飞往维也纳。那我们距离登机还有差不多40分钟 ，OK，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先随便晃一晃吧。我刚刚点了一个亚洲汤面。你知道，其实蛮特别，就是亚洲好像点不到这种东西哦。这碗面总结来说，它鸡肉很柴，豆腐太扎实，然后面还 OK， 汤还不错。然后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要给我这么一根红萝卜？我真的必须说，它这个电扶梯的设计非常之神奇，就是它会这样子。
好，各位，现在我是在这个奥地利航空的班机上。那现在时间是5:46，实际上我们已经延迟了快半个小时左右，目前还在停机坪这里。那根据刚刚机长所说呢，我们飞机这个机场因为目前交通大乱的关系，我们还要在这边等大约40到45分钟。感受到机长在赶时间。那我们现在已经入境机场了。我们又再次回到了欧盟，那也请容许我在这边欢迎大家来到奥地利的维也纳。来看一下这个东西，它是一个磅秤，但是你要投2毛钱。还会等红绿灯呢。好的，欢迎各位来到希尔顿多瑙河畔海滨饭店，就是这个 Hilton Danube Waterfront。那首先第一点我必须要说的就是这边真的超级无敌偏僻，超级真的。我们刚刚从那个它的地铁走下来，我们真的是走了差不多500公尺有，超级无敌偏僻。然后路上几乎是黑的，然后它还要走一个很奇怪的天桥才能上来。然后这边呢，基本上旁边完全没有任何餐厅，然后厨房也已经关门。然后呢，它唯一有的一家零食小铺呢，也正在维修，所以我们现在很饿。于是呢，我就下载了这边的 Foodora， 好像是这边的外送软体，但是呢，我用着总觉得超像 Foodpanda，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们就叫了麦当劳来，花了差不多30欧元，就是差不多1000块台币左右。然后我们今天从这个机场过来到饭店的这一路花了差不多1个多小时。然后，真的是整个城市给我的氛围跟我想象中的维也纳完全不一样。OK， 路上有流浪汉，轻轨很热很闷，然后地铁很老旧，那个门大家有没有看到？你要用手去把它推开。Thank you。希望明天 OK 这个维也纳会让我改观一点，因为今晚呢，真的除了这个房间蛮大的以外，真的好偏僻，然后维也纳真的好可怕。那么我们就先吃点麦当劳，然后晚点就准备洗睡。我们刚刚吃的麦当劳还 OK， 但是也算蛮贵的。然后呢，因为这边杯子给的不够，所以我就拿高脚杯来喝水了。其实它这边瓶装水跟水龙头装的水基本上喝起来一样啦。好了，那今天就先到这边，我们明天再见，拜拜。这个杯子可以吃。
没什么味道。各位，现在我的位置是在奥地利维也纳的美泉宫，然后这个美泉宫的德文我还真不会念。那我们刚刚就是搭乘这个地铁过来，然后虽然我们旅馆真的非常偏僻，但是我觉得设施什么的还算 OK 啦。好了，那旅馆的事就等今天回去再说。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美泉宫前方的广场，那可以看到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宫殿哦，然后它后面的花园更是。好不好？大家基本上从 Google Map 上就可以看到它整个广大的一个腹地哦。好，我们已经先买好票了，虽然有一点点迟到，但应该还好，我们就进去吧。好，各位，现在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非常美丽。很壮观的花园之后，我们不知道怎么进去这个建筑，完全没有入口。然后呢，问了警卫也基本上没有线索，他好像搞不清楚。所以呢，我们就只能慢慢绕着这个建筑找吧。那我们刚刚已经逛完这个美泉宫的 Grand Tour 了，那我们是订最高级的 Grand Tour。那如果你是预算比较少，不想逛那么多，你可以选 Imperial Tour。那因为这里面他们不让拍照，不让录影，所以呢这就比较可惜，我没有办法把里面东西秀给大家看。那里面主要就是在讲说，以前的奥地利王室的一些在这个美泉宫里面的生活起居，那以及他们使用过的房间、物品、家具，以及他们背后的故事，还有他们可能跟谁通婚啊，或者是他们以前的一些很壮阔的历史啊。那在维也纳的话，还有另外一个非常知名的就是霍夫堡，那它也是跟这个王室有关。那这个就是我们明天要去参观的。那现在时间大概是12点多，我们其实还不太饿，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前往一样在美泉宫这个花园里面的马车博物馆。美泉宫位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是一座典型的巴洛克风格皇家建筑，曾是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帝国和奥匈帝国的御用宫殿之一，如今是维也纳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宫殿以金色和黑色装饰为主，呈现出哈布斯堡王朝的经典色彩。它的总面积达2.6万平方公尺，与欧洲其他宫殿相比，仅次于法国的凡尔赛宫。宫殿的名称源自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蒂亚斯在1612年的一次狩猎旅途中，在卡特堡休息时品尝了此处的泉水，他被它清澈甜美的味道所吸引，因此将泉水冠以美泉之名。从此之后，美泉成为了该地区的代名词。1743年，奥地利女大公玛利亚·特蕾莎下令在此兴建宏伟的皇宫和巴洛克花园，并不断扩建。美泉宫见证了历史的变迁，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见证了神圣罗马帝国的解体，后来又成为奥地利帝国和奥匈帝国的象征。1918年，随着奥匈帝国的解体，美泉宫成为奥地利共和国的博物馆，向公众展示了哈布斯堡帝国昔日的辉煌。皇家马车博物馆位于美泉宫的园区内，是一座专门收藏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帝国和奥匈帝国皇室使用的马车和交通工具的博物馆。这座博物馆拥有超过5000件展品，其中大部分可以追溯到巴洛克时期至奥匈帝国的陨落。博物馆的马车库里陈列着161辆马车和运输设备，其中101辆来自维也纳宫廷，50辆则来自当地的贵族。真的是快热死了！我们现在维也纳是34度，我刚买的冰水都变温水了。那我们现在刚刚已经稍微吃点东西了，一逛马车博物馆了。那再来呢，大概就剩搭马车了。对，搭马车可以环游这个美泉宫的这个花园。对，然后一个人是12块欧，小孩8块欧，然后大概是这样。对，那我们就等等看马车吧。所以如果我们不坐马车游园的话呢，我搭乘回来会变肉干。